这都星期六了，你视频还做不做了？还在这沉迷电子海洛因？做个屁啊！水单都凉了，有什么好做的？不要打扰我跟基努里维斯深入交流啊！你打游戏你还选择街溜子，你交流什么呀？哪家沙县的套餐肉多是吧？去！嘿，好东西玩不上喽！哎，我看看。自从水弹被 ban 以后啊，我买了不少其他类型的玩具枪，很多水友们也在评论区讨论得很激烈。这个我当然可以理解啊，但咱们发牢骚归发牢骚，作为日常996的打工人啊，咱日子还得照常过不是？其实呢，从10月份开始就已经有厂家开始设计新的玩具枪了。根据一些工作室的反馈啊，目前新品以软弹和激光发射器为主。上个星期我就买了这支软弹版的1014，虽然不是全新的设计啊，但作为上个时代的遗物，以这个方式重新登场，还是有不少看点的。这次软弹版本的1014主体仍然是拆分的3段结构，包装盒子好像就是直接拿旧版的给翻过来了，这反面还有字呢。新版说明书上可以看到，发射物已经改成了软弹。发射器仍然是有抛壳功能，原厂给了6颗红色塑料弹壳，另外还有2包适配的海绵软弹，然后包装里面还有一副白手套，看起来就像是2元店里面2块钱可以买10副的那种啊。咱们直接来一套劳保手套多实在。因为拖行比较长，一般的螺丝刀很难拧到，当时初代的时候我就吐槽过这个问题啊。这次包装里面送了一根加长的螺丝刀，装起来就方便多了。软弹版出厂依然是伸缩拖，想要大屁股样式的固定拖还是要单独购买。发射器主体是蓝白配色，弹仓、基片和拖芯这些金属件用的是氧化的电镀蓝，加上扳机和弹仓盖子上红色的点缀啊，完全是钢大木的标准配色，可能设计师就是一个高达胶佬。主体的尼龙分件并不是喷漆来的，蓝白红都是零件本色，结构仍然是泵动式的1014，至少外观上大致是1014的样子。1495克，比初代稍微重了一点点，用料上区别不是很大，但整体手感比初代要厚实一些，拿在手上不会有松垮晃动的感觉，可能跟零件公差和装配都有一定关系。机匣右侧一体式的外壳上印了个蓝色的塔兰战术标志，咱们先不说塔兰战术有没有定制过1014啊，就这个字体啊，怎么看都是玩具反斗城里边那种婴幼儿玩具的感觉。机匣抛壳窗里，初代金色的基片换成了有立体造型的蓝色版本，刻字没有了，但是看起来呢要精致一点。这个白色的机匣确实不怎么耐脏，玩了一会儿就沾了满满一堆指纹印，怪不得送了一副白手套给你啊。拉开气筒可以看到，里面的抓壳钩和抛壳顶都从塑料换成了金属材质，耐用程度肯定是有很大提升。装弹孔下面铝合金脱弹板重新设计了加强筋，感觉厚实了一点，而且边缘不那么割手了。扳机和保险这里用了红色的保护色，足铁包杆仍然是没有功能的装饰。机匣顶部有调节功能的罩门和分体导轨，这个也和初代没什么区别。蓝色握把表面没有像初代一样的橡胶漆面，就是处理过的尼龙本体，手感其实区别不大，反而感觉更防滑一点。后托插在金属托芯上，可以向右转动90度的功能保留了下来。在初代版本上，调节档位的卡扣固定不住，容易滑脱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。现在卡在任何一个档位都能固定住，不会在用力抵肩的情况下缩进去了。前节的白色缩进枪管，刻字换成了蓝色，和整枪的蓝白配色比较协调。管子里面仍然是光秃秃没有内管的结构。泵动机筒还是2边壳，拉动并不太费劲，但是稍微有一点点涩，可能还得上点润滑油。能感觉到轨道和机筒的公差要小很多，左右基本上没有间隙。电镀蓝的金属弹仓前面用的是和扳机一样的保护色盖子，拧开里面就是供弹弹簧。除了元祖高达的蓝红白配色，整个发射器的外观相比初代其实没什么太大变化，拿在手上最明显的区别就是装配更扎实，感觉整体强度高了不少。但是在内构细节上，这支1014改进还是蛮多的。首先，机匣外壳的内部支撑做了加强，在装弹口两侧都有额外的补强，不会再有捏起来软软的感觉了。气筒主体也更换了强度更高的 PC 材质，
包括扳机释放和到期改进以后，避免了老款上膛挂不住的问题。装弹口整体有大幅度的优化，我记得初代版本装弹挺费劲的，经常会卡住，这次软弹版就舒服多了，线尾和堵头活动非常顺畅，原厂不用任何改动就可以一次装2颗，像海飞丝一样顺滑，跟黄蜂870有的一比。弹壳改成软弹版本以后，外壳也更厚了，加上材质经过改进，应该不会再有初代那种掉在地上就烂掉的情况。原厂给了2种总共20发海绵弹，一种是和精英长弹一样弹头的平头弹，还有一种吸盘弹，尺寸都是13毫米，但长度只有5厘米，比精英弹短了一截，又比工匠的4厘米短弹要长，可能是专门为了适配这个弹壳。弹壳是直上直下的，直接用工匠短弹其实也没什么问题。弹容量5+1发，内构改进以后，抛壳也顺畅多了。金属的弹性抛壳顶可以把弹壳抛很远，整个供弹系统稳定性非常高。玩了几天，阻弹卡弹的情况很少见，只是偶尔会打着露出来一颗。原厂的性能其实比我预想的还稍微好一点，20的初速基本上就是原厂Nerf灰机的性能，而且因为没有内管，所以精度仍然是随缘的状态，打中打不中全看你的造化。相比打靶子，吸盘软弹直接打玻璃门更好玩，而且不用面临跪在地上找弹的尴尬场面。不过吧，弹壳还是要捡的。虽然说跟之前的 AK870对比呢，200多块的1014显得比较廉价，但在这个时间点上啊，软弹版的1014作为新品发售，还是蛮感慨的。10月份的一系列事件基本上已经给国服 Wargame 2.0时代画上句号了。但是呢，咱们也不用着急哭丧。我也早就说过，玩什么并不重要，玩本身才最重要。虽然咱们作为玩家能做的并不多，但是对于玩具枪的喜欢，并不会随着2.0的终结就凭空消失了。所以仍然有很多玩家在坚持和探索其他的出路。有些事不好说的太细，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呢，这种外观大面积的彩色涂装，加上低动能的软弹发射物，这些妥协啊，这个思路暂时是没有问题的。240块的价格也不算贵啊，修正了当初首批很多问题以后呢，1014这只玩具目前也比较成熟了，玩起来还是挺过瘾的。想要了解更多信息，建议你立即扫码关注我的文艺公众号，并且下载 SD- 论坛。最后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再见。